一本幫助無數人面對死亡的經典著作，背後卻隱藏着長達數十年的爭議。這本書就是《西藏生死書》，它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，銷量數百萬冊，被許多人認為是改變他們人生的作品。它的作者索賈仁波切被視為最成功的藏傳佛教导師之一。然而，就在2017年，8位追隨他超過20年的核心弟子站了出來，他们共同講述的卻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，一個關於權力、關於崇拜、關於信仰以及關於失控的故事。《西藏生死書》是一本關於死亡與心靈的暢銷書，許多政界和娛樂界人士、許多醫生、心理治療師、臨終關懷工作者都曾公開推薦過這本書。對於很多人來說，索賈幾乎就是藏傳佛教的代名詞。他談論死亡，卻不讓人恐懼死亡；他談論痛苦，卻能讓人從痛苦中獲得希望。他總是帶着溫和的微笑，說着流利的英語，把複雜艱深的藏傳哲學轉化成現代人能夠理解的語言。索賈來自西藏，擁有活佛身份，師承著名的藏傳佛教大師，又接受過現代西方教育。他既像一位古老傳統的繼承者，又像一位能夠與現代世界對話的知識分子。這種身份極其罕見，他幾乎擁有一切成為現代精神領袖的條件。隨着西藏生死書的成功，他創立的本覺會迅速擴張，從最初幾個小型學習小組發展成遍布歐洲、美洲、亞洲和大洋洲的大型國際組織，數以萬計的人參加他的課程，數百萬美元的捐款流入組織，各國政要、企業家、明星和知識分子都成了他的支持者。2008年，在法國南部的一座大型寺院開光典禮上，現場雲集各界名流。當時的法國第一夫人卡拉布呂尼都出席了活動。那一刻，他已經不再只是一個佛教導師，而是一位橫跨宗教、文化與政治領域的國際名人。對於很多追隨者來說，他不僅是一位老師，更是一位覺悟者，一位能夠引導眾生走向解脫的精神導師。然而，正是在他聲望達到巔峰的時候，一些完全不同的聲音開始從陰影裡慢慢浮現。有人說，他們看見的不是慈悲，而是暴力；有人說，他們經歷的不是教導，而是操控；有人說，那位教導眾生放下貪嗔癡的導師，私下卻過着極其奢華的生活。最初，這些聲音微弱的幾乎聽不見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它們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難以被忽視。最終，這些聲音匯聚成一場席捲全球的風暴。而要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，我們必須回到故事最開始的地方，回到那個戰亂和流亡交織的年代，回到藏地東部的康區，回到索賈仁波切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。1947年，索賈出生於藏地東部康區的拉卡爾地區。康區山高路險，部落眾多，長期保持着強烈的地方獨立性。在很多歷史記載中，康巴人都以勇猛、尚武和桀驁不馴聞名。索賈的家族在當地具有一定地位，但他的童年並不像後來宣傳中描繪的那樣神聖而穩定。上世紀40年代末，整個西藏正處於劇烈動盪之中，社會環境迅速變化，傳統秩序開始瓦解，許多貴族家庭和宗教勢力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年幼的索賈被送到自己舅舅身邊，而這位舅舅正是後來对他影響最深的人之一，蔣揚清哲卻吉羅卓，也就是蔣揚清哲仁波切。他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，被許多人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大師之一。不少後來聞名世界的藏傳上師都曾向他學習。在信徒眼中，他是一位偉大的成就者。但如果仔細閱讀當時的歷史記錄，你會發現另一個更加複雜的人物形象。這位大師脾氣異常暴躁，身邊的人經常生活在恐懼之中。他會因為一點小事大發雷霆，也會對侍從和弟子進行嚴厲體罰。在一些回憶錄中，甚至記載着他下令公開鞭打僧人的事件。與此同時，他還擁有所謂的佛母，也就是與其保持特殊關係的女性修行伴侶。
這些行為在藏傳的某些體系中並不罕見，但放在現代社會卻很容易引發爭議。無論如何，索賈就成長於這樣的環境，絕對權威、絕對服從、極高的宗教地位，以及極少受到質疑的個人權利。後來許多人都會發現，索賈成年後的行為模式與這套成長環境存在驚人的相似性。不過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教育經歷。在宣傳資料裡，索賈被描繪成一位從小接受完整佛學訓練的天才活佛，仿佛他一直生活在寺院之中，每天都在研習深奧佛法。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簡單。隨着局勢變化，他跟隨親人離開了故土，後來長期生活在印度。與許多人想象不同，他接受的並不是傳統寺院教育，而是西式教育。他進入天主教寄宿學校學習，英語能力迅速提升，之後又進入德里的聖斯蒂芬學院，這是印度最著名的精英大學之一。在那裡，他接觸的是現代英語教育體系，而不是傳統顯宗或密宗課程。正是這段經歷成為他未來成功最重要的資本之一。因為當許多藏傳佛教上師還需要翻譯協助時，索賈已經能夠直接面對西方聽眾，直接用英語表達思想，直接與媒體溝通，直接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。後來還廣泛流傳他擁有劍橋大學學者的身份，這讓他獲得了更多知識精英的認可。然而，雖然他確實曾在英國活動，並與劍橋大學相關人士有所接觸，但他並沒有獲得正式學位或者擁有什麼學術身份。換句話說，索賈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寺院學者，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院派知識分子，但他擁有一個極其罕見的優勢，他懂得如何在兩個世界之間自由穿梭，懂得如何把古老西藏包裝成現代世界最渴望看到的樣子。而很快，歷史將為他準備一個近乎完美的舞台。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世界正焦慮、迷茫，又極度渴望新的精神信仰，而索賈恰好在那個時候出現了。二戰結束後的經濟繁榮給西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富足，但與此同時，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發現，物質並沒有帶來他們期待中的幸福。他們不再相信傳統教會，不再相信權威，不再相信父輩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。美國爆發反戰運動，嬉皮士文化席捲歐美，數百萬年輕人開始尋找新的生活方式。他們追求自由，追求內在成長，追求意識的擴展。他們閱讀禪宗，接觸瑜伽，研究印度哲學、嗑藥，尋找一切能夠超越現實世界的方法。而就在這時候，一個來自神秘西藏的年輕喇嘛出現了。對於許多西方人來說，西藏幾乎是一個神話般的地方。那是雪山上的香格里拉，是遠離工業文明的淨土，是充滿智慧和神秘力量的精神國度，是一個浪漫的地方。很多人並不了解真實的西藏，但他們渴望接觸西藏，而索賈恰恰成為這種想象最完美的載體。他會說英語，懂得西方文化，知道如何向世界講述佛教。他不像傳統僧人那樣充滿距離感，他會開玩笑，會講故事，會把複雜的密宗哲學翻譯成現代心理學語言。對於那個時代的西方人來說，他既神秘又親切，既古老又現代，幾乎具備成為精神明星的一切條件。但剛來到英國的索賈幾乎一無所有，沒有資金，沒有組織，沒有追隨者，甚至沒有固定住所。之後，他慢慢結識了一群追尋精神探索的年輕人，開始組織講座和聚會，建立了最初的人脈網絡。後來，本覺會的雛形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慢慢形成的。此時的索賈正在一步步接近人生最大的機會，一本改變他命運的書。1992年，《西藏生死書》出版。很少有人意識到，這本書將徹底改變索賈的人生。實際上，在此之前，索賈雖然已經擁有一定影響力，但他仍然只是眾多藏傳佛教老師中的一位。而在此之後，他成為了世界級精神導師。這本書為什麼會成功？第一，它擊中了現代社會最深層的恐懼——死亡。現代社會談論成功，談論財富，談論愛情，卻很少談論死亡。醫院把死亡隔離起來，
社會把死亡隱藏起來，人們拼命假裝死亡不存在，但死亡始終存在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終將面對它，卻不知道該如何面對。而《西藏生死書》做了一件很多人從未見過的事情，它直接討論死亡，並試圖告訴讀者，死亡不是終點，恐懼也不是答案。對於無數正在經歷親人離世、疾病折磨和人生危機的人來說，這樣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吸引力。第二，這本書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翻譯。傳統藏傳佛教典籍極其複雜，充滿陌生術語，普通讀者很難讀懂。而《西藏生死書》不同，它把複雜的佛教思想包裝成現代人能夠理解的語言。它不像經典，更像一位智慧長者在與你談話。這種表達方式讓它遠遠超出了宗教圈層。醫生在讀，心理諮詢師在讀，臨終關懷機構在讀，普通大眾也在讀。很快，銷量開始瘋狂增長，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，進入全球暢銷書排行榜。索賈等人也隨之成為國際名人，財富開始湧入，捐款開始增長，組織開始全球擴張。越來越多人把索賈視為精神權威，甚至視為覺悟者。而歷史上無數案例都反覆證明一件事：當一個人同時擁有崇拜、財富、權力和缺乏監督的環境時，危險往往也開始悄悄增長。只是那時候，絕大多數追隨者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。在聚光燈下，索賈正迎來人生最輝煌的時刻，而第一道真正的裂縫即將出現。1994年，距離《西藏生死書》出版僅僅2年，索賈的人生正處於上升期，媒體追捧，新書熱銷，組織快速擴張，越來越多人把他視為來自西藏的心靈導師。然而就在這時候，第一道裂縫出現了，一位叫斯托伊的美國女弟子站了出來，她指控索賈利用自己作為精神導師的身份，對他實施長期的性剝削、身體虐待和精神操控。這是索賈第一次面對公開且正式的法律挑戰。在大眾眼裡，索賈是暢銷書作者，是慈悲的佛法導師，是幫助人們面對死亡與痛苦的心靈治療者。而在訴狀裡，他卻被描述成另一個人，一個利用信徒信任與崇拜獲取控制權的人。最終雙方達成庭外和解，具體金額沒有公開，雙方簽署保密協議，案件沒有公開審判。這場訴訟就這樣結束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本覺會始終保持着沉默。很多人明明知道這些傳聞，卻始終沒人願意公開談論。當時的本覺會很強大，組織將這場危機描述成對導師的誤解，忠誠弟子則認為這是修行者無法理解上師智慧所產生的誤會，而更多普通學員甚至根本不知道發生過這場訴訟。於是裂縫雖然出現了，但大廈並沒有倒塌。恰恰相反，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，索賈的影響力繼續擴大，本覺會繼續擴張，越來越多人加入，越來越多資源向組織匯聚，而那些零星的質疑聲也一次又一次被淹沒在龐大的崇拜之中。直到2017年，一场真正无法壓制的風暴終於到來。2017年7月，一封信出現在互聯網，沒有華麗的語言，也沒有聳人聽聞的標題，但它的出現卻成為壓垮這個神話系統的關鍵時刻。因為寫信的人不是外援，而是索賈最核心圈層的人，總共8位，其中包括前高層管理者、長期侍從、資深僧侶、20年以上的老弟子。他們看過索賈最輝煌的時刻，也看過他最不願被外界看到的陰影。這封信並沒有停留在傳聞層面，它詳細描述了長期存在於組織內部的各種行為：身體暴力、公開羞辱、情緒操控、性關係脅迫，以及對組織資源的濫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許多內容來自親身經歷和直接目擊。對於普通成員來說，這不再是網絡謠言，也不是敵對勢力的攻擊，因為發聲者本身就是曾經最忠誠的追隨者。消息迅速擴散，全球媒體開始關注，越來越多前成員站出來講述自己的經歷，許多沉默多年的受害者第一次公開發聲，曾經被壓制的故事開始不斷浮出水面。而當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時，人們逐漸看見，
這不再是幾次偶然失控，而是一套持續數十年的暗黑運作系統。對於本學會來說，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某一項具體指控，而是神聖形象開始崩塌。因為整個體系賴以運轉的基礎就是對導師絕對權威的信任。一旦這種信任被動搖，所有問題都會被重新審視。過去被解釋為加持的行為開始被看作暴力，過去被解釋為智慧的行為開始被看作操控，過去被解釋為特殊修行的行為開始被看作剝削。同樣的事實，在人們改變觀察角度之後，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意義。風暴愈演愈烈，面對外界壓力，本學會被迫啟動獨立調查。調查結果後來公布，多項關於身體虐待和權力濫用的指控被認為具有可信依據。情勢開始急轉直下，因為第一次，這些問題不再只是受害者的個人敘述。2年後，2019年，索賈仁波切因結腸癌在泰國去世，他的人生就此結束。但圍繞他的爭議並沒有結束。對於支持者來說，他依然是一位傑出的佛法傳播者。西藏生死書依然幫助過無數人面對死亡與失去。對於批評者來說，他的故事則成為現代宗教史上最著名的權力濫用案例之一。然而，當我們回顧整個事件時，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：索賈並不是秘密地完成這一切，很多事情是發生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有人被公開羞辱，有人被公開毆打，有人長期遭受操控，而這一切持續了數十年。如果這只是一個人的問題，事情或許不會發展到這個規模。真正值得追問的，或許不是索賈為什麼會這麼做，而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接受這樣的虐待和操控？為什麼在一個強調智慧和覺察的修行團體裡，批判性思維完全消失？為什麼一些原本受過良好教育、擁有獨立判斷能力的人，會一步步放棄自己的邏輯與判斷？更重要的是，這些現象究竟是個別組織的問題，還是這套理論就存在被權力利用的可能？那我們暫時放下索賈，只救了他一個人沒有什麼意義。那我們把目光轉向那些信徒、那些追隨者，以及那些讓這一切得以發生的思想機制。因为很多时候，真正危險的並不是一個有問題的導師，而是一整套讓人停止懷疑的理論體系。被這套理論影響的人，在你身邊，在我身邊，在評論區，在彈幕裡，你經常會遇到，他們就是在我們身邊的人。你有話要說嗎？歡迎留言。